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67讲：澳洲新冠疫情2到10万企业现金补助。大家好，我是澳洲麦克讲税法的麦克。今天的话，我们要延伸的去讲一下这个雇主这个企业雇主可以拿到2万到10万澳币不等的一个政府经济补助。其实我在上一期有讲到，但是呢，上一期的话包括的内容很多，对于这个企业雇主的这个现金补助就没有讲那么细。很多的朋友们的话，就是有问我这个现金补助的各种问题。那我就看了这些问题以后的话，我就把它归纳成8个例子给大家讲一下，可能对大家对理解这个现金补助有帮助。所以我今天主要是专门做一期跟大家讲一下。好，那同样的话，没有看前一期的话，我也说一下这个雇主的现金补助是什么。好，这个现金补助的话，是在澳洲政府这个总理在2020年的3月12日有公布，有现金补助大概是176亿澳元。随即在下一个星期然后他是大概是在3月22日的时候，他又公布了660亿的一个经济补助。然后只有2天的时间，他就把这2个政策在2020年的3月24日，他就通过了法案，而且得到了批准。好，那就是总共接近840亿的一个这个经济补助，这里面就包括了给企业主的一个这个现金补助。那总的补助刚刚说了是2万到10万澳币，是免税的现金补助是免税的。那这个是怎么计算呢？它是根据了你企业的一个员工代扣税。就是说它如果在2万澳元到10万澳元之间，那基本上就等于你这个100%的员工代扣税。好，那如果你没有员工代扣税，也不用担心，只要是你付了工资，你还是会有这个现金补助。只要你符合条件，至少有2万澳元。你如果员工更多，那你说我的员工代扣税金更多但是它有一个上限，最多这个你可以拿到是10万澳币。一会儿我会通过案例跟大家讲，符合条件的雇主的结构企业结构是包括了非营利组织也包括了个体经营者，也包括了合作者，还有有限责任制公司，还有信托的形式。很重要的是说，我后面会讲到，就是必须是符合条件的企业雇主会主要是通过2个阶段拿到这个现金补助。所以一会儿我会讲到哪些是符合条件的雇主，第二是哪2个阶段来拿到这个现金补助。首先的话，那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符合条件。那总共的话有5个条件大家需要去满足必须这5个条件都满足了以后，你才能满足后面2个阶段的现金补助。我们先说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在2020年的3月12日的时候，这个企业是有 ABN 的，而且会保持继续经营你的企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的总营业额总收入是不超过5000万澳元。那这个5000万澳元是在哪一个财年今年2020年还没有结束，所以可能不能看今年。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的理解就是税务局可能会看去年可能就是2019的财年。但也有人可能是说，我2019的财年还没有上交呢，因为如果你通过税务代理的话，可能是2020年的5月份之前上交都可以。那也没关系，可能税务局的话会看你2018年上交的这个财报，来决定你到底是否符合这个条件第3个点你说条件你说需要满足的，就是说你是否有付员工工资这个工资是包括了付给董事的费用，也包括了解雇金。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各种的禁令所有的可能企业雇不起员工了就会解雇，那这些工资也是包括在里面
有些人说我其实没有代扣税金啊，那这个也没有关系。我刚刚也说了，只要是你有付这样类似的一个工资，好。第4点就是说，你必须是有上报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9月30日的一个季报表或者是月报表。好，根据企业的不一样，你必须要上报，上报了以后，你可能才拿到这个现金补助。然后第5条第5条的话，其实它有2个选择，2个选择里面，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一个选择。一个条件，那你就可以。那什么条件？就是对于你一个报税历史的一个条件。好，第一个条件我们看一下你满不满足。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是否在2019财年的话是有营业收入的并且是在2020年的3月12日申报给了税务局，就是你做了2019的报表，而且在这个日期之前申报给了税务局。如果你有申报也报了，那你这个条件就满足了，第5个条件就满足了。但很多人说，我还没有上报，我把报表做出来，因为我有交税，所以我可能是让我的会计师延期到5月份再上交，那我是不是就不满足了？没关系，我们说的有2个条件，所以我们看第2个条件你有没有满足。第2个条件的话，就是说在2018年7月1日以后的上一个税务时期。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2018年7月1日到2019年的6月30日这段时间，你是否有生意活动，并且是有营业收入它里面写的比较细，就是我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是营业收入。它里面说了关于是有没有 GST 的taxable supply 就是说有 GST 的收入，或者是没有 GST 的收入。其实就是总结来说，就是你有没有营业收入而且并且在2020年的3月12日之前申报了在那个时期的这个税务时期的相关的季报表或者月报表因为你这个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你到底有没有申报有些人说我申报了，可能没有收入，可能要改这个报表，这是不行的。你改变任何的东西都可能会拒绝你满足这些所谓的条件，所以必须是在2020年3月12日之前，你有没有申报这些相关的季报或者月报？好吧，如果你满足了这些条件，那后面你可能才会享有这个2个阶段的现金补助。如果你不符合任何一种条件就是五个条件里面的任意一个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你后面的现金补助都不享有，好吧？如果你满足，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2个阶段的现金补助是怎么样一个发放的形式。我们先说第1个阶段，第1个阶段的现金补助的多少是根据你的员工代扣税的多少来决定的。最低你能拿1万澳元，最多你能拿5万澳元。那有些人说我的代扣税金是0，我刚刚说了，如果是0也没有关系，因为政府还是会给你1万澳元，就至少1万澳元的这个现金补助，如果你满足了前面5个条件。那第2个阶段的现金补助是什么呢？第2个现金补助就等于第一个阶段的现金补助的总额。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必须需要继续经营。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营了，已经关掉公司的话，那这个现金补助给你干嘛？就是他其实给你的这个现金补助，就是为了让你可以继续经营你的这个生意，所以他才会给你第2个阶段的现金补助。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就是这个企业主是怎么拿到这些现金补助的。我后面又分了2种雇主来讲第1阶段和第2阶段。因为每个雇主他的申报的时间不一样，有些人是季报每个季度去申报这个季度报表，那有些人的话是月报，每个月去申报这个你的企业的报表。那我们先说季报的第1阶段、第2阶段，你怎么去拿这个现金补助？好吧，季报的话是分别是2020年的3月份季度和2020年的6月30日的这个季度。那3月份季度的话是在2020年的4月28日
的时候，它可以开始去发放这个现金补助，但是条件是说你必须把3月份季度报表做完了以后，你才会有。所以你一定要尽快的把你这个3月份的报表交上去，这样的话才以便这个政府帮你去审核你到底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呢，去根据你的报的这个员工代扣税来给你发放这个现金补助。这个现金补助的这个钱的话是放到了你的税务局的账户，来去抵掉你的员工代扣税，或者是这个剩下的有余额，它可能给你的就是说，比如像你有其他的税务，比如像 GST 消费税，那也可以抵掉。如果你还剩余额的时候的话，它就会通过税务局在你记录的你的银行账户直接会打到你的这个账上。这个是在4月28日的时候，那大概多少钱呢？就等于基本上你3月份季度的代扣税金。如果你的代扣税金是多于1万，那就是这个数额，但是不能超过5万澳元。那如果你是少于1万澳元，那你至少可以拿到1万澳元，在3月份季度。6月份季度的话，就是在6月份季度结束以后的28天。它会发放这个现金补助，也就是2020年的7月28日。同样的条件，你必须把6月季度报表上交了以后，它才审核你是否可以拿多少。那6月份这个季度的话，也是看6月份季度的这个代扣税金是多少，来决定的话，你到底可以拿多少。同样的，你3月份和6月份加在一起，一定不能超过5万澳元。那你第一个阶段拿了1万澳元，那也就是第二个阶段，你就是6月份这个季度，你最多只能拿4万澳元，好吧？然后我后面的话就是跟大家用4个例子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这样，你可以看一下你是什么情况，然后你就知道大概在第一个阶段，你分别3月份和6月份你能拿多少的现金补助。第一个例子我讲的是说，一个企业它有员工也有发员工工资，但是的话员工工资非常的少，所以它不需要也没有义务去给这个员工做代扣税金也就是代扣税也就是说3月份和6月份这个季度的话，它代扣税金都是0。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3月份季度它有发工资的情况下，它可以拿到1万澳元的一个补助金。在6月份它没有代扣税金，所以它也没办法拿额外的现金补助，所以在3月份和6月份季度结束以后，它的代扣税金为0，现金补助可以拿到1万澳元。那这个1万澳元就可以用于去抵掉它的其他的税务的债务剩下的钱就可以拿来自用，可以放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做其他的这个支出，而且这个1万澳元是免税的现金补助，好吧？然后我们说第二个案例，的话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说3月份季度跟第一个案例是一样的，有发工资，但是没有任何的代扣税金。这个情况跟例一一样，你也能拿到1万澳元的现金补助。在6月份的时候的话，你突然有开始发工资了，而且发的工资还很多，然后你还有一些代扣税金，你必须要从员工的工资里面扣出来，大概是5000澳元。那我是不是6月季度就再拿5000澳元的现金补助呢？不是，这个大家要注意的话，就是在看第6月份季度的时候，你一定要把3月份和6月份季度加在一起，然后看是否这个总额是大于1万澳元，因为你在第一个季度已经拿了1万澳元。如果是小于，那你在第6个季度你就拿不到任何的现金补助。那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就总的代扣税金是5000澳元，就是5000澳元那就是6月份交的。然后在现金补助这2个季度加在一起就是1万澳元，所以你的余额只有5000澳元去用于你的其他的一些开支或者是税务。好，我们来讲例4。例4的话就是例3，不好意思。那例3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个企业的代扣税金比较一致每一个季度它都是给员工的代扣税金大概是1万5我们在这儿说代扣税金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不是发放的工资，是从工资里面扣出来的税
有可能他的工资会更高。打个比喻，就是可能是6万澳元或者7万澳元，他的代扣税金是1万5。这是大家注意的。如果这个人是在每一个季度是1万5，那也就是每一个季度他的现金补助就是1万5。因为他是超过了1万，那如果超过1万澳元，那就等于他那个季度的代扣税金，也就是那个3月份就是1万5，6月份也同样的。代扣税金是1万5，现金补助也是1万5，也就是说这2个季度加在一起，代扣税金是3万澳元，那现金补助也是3万澳元，那你这个现金补助就抵掉了你这个代扣税金，也就是说你这个员工代扣税金，政府帮你去买单了。我们来说第4个例子，那第4个例子我们就说这个企业它的雇的员工更多，也就是它的代扣税金也会更多。3月份季度如果是3万5千澳元，那你的现金补助也是3万5千澳元。第6月份季度的话，你的代扣税金也是3万5千澳元，但是你在6月份季度就拿不到3万5千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了，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在第1个阶段，最多你能拿5万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也就是说6月份季度你只能拿1万5千澳元的现金补助，3月份的3万5千澳元加上6月份的1万5千澳元，就等于你第1个阶段的5万澳元的现金补助。虽然你在3月份和6月份的代扣税金，是交的7万，但是你最多的现金补助只有5万，好吧？这个是第1个阶段你能拿到的。那我们来讲第2个阶段，就是这个季报的雇主的第2个阶段，它是怎么一个拿的方法？它的有几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就是你这个季报必须要上报它第2个阶段也是分了2个部分给你的第一个是你6月份季度交完了以后，第二个阶段，第2个时间段就是9月份季度交完了以后。那其实在第2个阶段的第1步，其实跟第1个阶段的第2步的时间其实有一个重合的有些人可能会注意到，都是在2020年的7月28日。因为政府要把第1个阶段的总额算出来以后，才知道你第2个阶段可以拿多少。如果算出来以后，我刚刚说了嘛，第2个阶段的现金补助其实是等于第1个阶段现金补助的总额，就是第1个阶段是1万澳元，第2个阶段就是1万澳元。那它怎么在不同的时间分呢？就是在2020年的7月28日，也就是6月季度上报了以后，那第2个时间段就是2020年的10月28日，也就是在9月份季度上报了以后，它才会发放这个第2个阶段的现金补助那分别6月份季度上报了以后的话，是等于第1阶段的50%9月份季度上报了以后，是第1阶段的50%的现金补助会发到这个企业的税务局账上。那我们也是同样的，用几个到时候会用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结合上面的例1到例4来说一下第2阶段分别是多少。例1我们说了，第1阶段是1万澳元，那就是在6月份、9月份季度上报了以后的话，分别可以拿5000，所以现金补助是2万澳元。例2是跟例1一模一样，都是最后只能拿到2万澳元，因为第1个阶段只有1万澳元的这个现金补助。例3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拿了3万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那后面的再分别把6月份、9月份季度上报了以后的话，它分别在这2个季度就可以拿到1万5千澳元的现金补助，加起来就是6万澳元。例4它基本上拿满了，它就是5万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在第1个阶段。那后面的话，它在每个季度结束完了以后，它可以分别拿到2万5千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所以到10月28日的时候总的现金补助就等于10万澳元。所以例4是他拿的最多的这个现金补助，也就是这个10万澳元的现金补助是怎么得来的。例1就是说你最低的你可以拿到2万澳元的现金补助。好，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季报的雇主，下面的话我们说一下月报的
雇主他是怎么样拿到这个现金补助的。同样的话，也是分了2个阶段。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阶段，它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好，都是说你第一个阶段不能超过5万澳元，但是算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好，最主要不一样的话是在3月份这个1个月，好，不是1个季度了哈，是这1个月。3月份的话，每1个月的结束的话，不是28天，就是每个月结束的21天，好的时候，它可能才可以开始给你发这个现金补助，但是条件一样，你必须要把月报上报给了税务局以后，它可能才会在那一天或者之后发这个现金补助给你。好，那3月份它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它3月份的计算方法是等于这个3月份的代扣税金乘以3，好，得出你的代扣税金，你的这个得出你的现金补助是多少？为什么要乘以3呢？因为税务局和政府就是说，理解就是说，你3月份只是那1个月的你的代扣税金，但是你的1月份和2月份呢，那我怎么算进去？所以他用这种公式来算出1月份和2月份。那有些人可能会想，那我1月份、2月份的话，我交的代扣税金更多，然后3月份更少，那我不是就亏了吗？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政策就是这么出来的。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会更好，有可能就是1月份、2月份你的代扣税金更少，反而3月份更多，那你可能说不定拿的这个钱比你整个的代扣税金还多，事实就是这样的，好吧？然后4月份的交上去的话，就等于4月份的代扣税金，但是3月份和4月份加在一起不能超过5万。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钱一定是就是你在3月份拿到了1万，那你在4月份最多只能拿到4万澳元。好，后面也一样的哈，每1个月5月份和6月份，它所有累积的代扣税金，哈，你如果是在5万以上，那你最多也只能拿到5万澳元，好吧？听起来蛮复杂的，所以我后面的话还是用4个例子跟大家分析一下，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月报，你怎么样能拿到这个现金补助？能拿多少？我们先就说例5吧，啊，然后例5的情况的话是跟例1非常的相似，好，就是说这个人有给员工发工资，但是没有任何的代扣税金，这种情况的话，他在3月份季度。因为没有代扣税金，所以你乘以3也没用，因为等于0。所以的话，他在3月份季度月报表上报了以后，他可以拿到1万澳币的一个现金补助。相继4月份到6月份，他也没有代扣税金，所以他也不享有任何额外的现金补助。在第一阶段，啊，例1、例5，他的这个最大额的现金补助就等于1万澳元，好吧？我们再讲例6。好，另外一种情况跟例2其实有点相似，就是在第1个月的时候，第1次的时候，它没有代扣税金，是0，然后所以跟例5是一样的，就是你有这个1万澳元的这个现金补助，因为至少有1万嘛。分别在4月份、5月份、6月份，它开始有发工资了。好，4月份发了工资有5000澳元的代扣税金。5月份有6000澳元的代扣税金，6月份有5000澳元的代扣税金。那这个怎么计算？在4月份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现金补助，因为3月份和4月份加在一起，你只有5000澳元的代扣税金，是低于1万澳元的。好，在5月份的时候，你又代扣了大概6000澳元的代扣税金。那这3个月加在一起的话，是11000的。1000澳元的一个代扣税金，也就是多余了这个你之前拿到1万澳元的这个补助金，好，也就是说你在5月份的时候多出来的这个1000澳元，你就可以在5月报表上交完了以后，可以拿到1000澳元的这个现金补助啊。相继，因为你这个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万了，也就是6月份你上报的这个代扣税金，你就可以拿到多少的现金补助啊？6月份你是5000澳元，那你在6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拿到现金补助是5000澳元。
好，那也就是这几个月加在一起，你的代扣税金是16000澳元。好，你的现金补助也等于16000澳元。好，我们来讲第7个例子。第7个例子的话，就是说，这个雇主的代扣税金是比较一致的。好，每个月，好，就是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都是有5000澳元的代扣税金。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它就是已经有代扣税金了，所以它可以用这个公式，好，3月份的代扣税金乘以3，好，就得出了在3月份，报表上交以后的这个现金补助，也就是等于15000澳元，好，5000澳元乘以3，啊，那在4月份季度的时候的话，它是5000，那也就是现金补助也是5000。那每个月5月份、6月份都是5000澳币，那每个月上报了以后都是等于5000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的话，这几个月的报表上交了以后，你的总代扣税金的话，一共是2万澳元，好，但是你的现金补助可以总额拿到3万澳元，也就是你会多出一个1万澳元用于其他的税务开支，或者是其他的公司业务的开支。好，这是例7。然后我们来讲一下例8。例8的话就是说，你的员工更多，你的员工代扣税也会更多。好，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3月份的员工代扣税金是1万澳元，那同样的算法就可以用1万澳元乘以3，等于3月份的这个现金补助，也就是3万澳元。在4月份的时候也是1万澳元的代扣税金，那你同样能拿到1万。5月份也一样有1万澳元的代扣税金，那你的现金补助也是1万。6月份也是1万澳元的代扣税金，但是6月份你就拿不到了，因为你之前的5月份、4月份、3月份加在一起的现金补助已经是5万澳元了，所以最多能拿5万澳元的这个现金补助，所以总的代扣税金在这几个月的话是4万澳元的一个代扣税金，但是你的现金补助可以拿到5万，多出来的1万你就可以用于其他的开支的抵扣。然后那我们说完了第一个阶段你怎么去拿，好，我们现在说的话，月报的雇主的第2个阶段是怎么拿到的，跟季报的有点相似，它是50%的第一个阶段。但是月报的话，因为是有分4个月，好，3月份、4月份、5月份和6月份，所以的话，它每一个月结束以后可以拿到的话，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补助金的25%，也就是分4个时间段去拿到啊。每个月结束了以后的21天，啊，6月份就是7月21号，7月份就是8月21号。9月份结束就是10月21号，啊，就是每个月结束以后的，第一个阶段的25%可以拿到。然后我也是用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吧，我们结合例5到例8的这个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每个月报它结束以后它可以拿到多少。那例5的话，我们说的是1万澳币的一个现金补助，那后面的话每个月上报了以后，它分别可以拿到25%的1万澳元，也就是2500澳元，加在一起就等于最低的2万澳元的现金补助，这个企业主可以拿到。那例6的话，它总的可以拿到16000澳元的现金补助，那每个月结束了以后，后面6月份到9月份结束了以后的话，分别可以拿到4000澳元，加在一起的话就等于32000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例7的话，同样的道理，第一阶段拿了3万，那后面四个部分的话就可以拿到7500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加在一起就等于6万澳元。在例8，它就可以拿到最大额的10万澳元，因为第一个阶段你拿的是5万澳元，后面25%就是12500澳元，好，4次那就是拿到5万澳元，加上第一个阶段的5万澳元，就是总共的10万澳元。这个就是这些企业为什么能拿到10万澳元的一个现金补助的原因，好吧？那说了这么多，
好，这个我的也符合条件了，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几个阶段我可以拿到这个现金补助。好，那我是不是做一些事情来让我满足这些条件呢？那这个就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在 ATO 在3月25日的时候公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任何的企业主是利用了任何的手段，包括了用重新的这种结构的组合，或者是改变支付员工的工资的这种方式，使得自己忽然满足了这些领取补助金的条件，或者是能领取这些补助金的这个条件忽然增高了，你都可能会将失去这个拿补助金的这个条件，甚至有可能税务局还会就是进行罚款，对你进行罚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你之前是没有给自己发工资的，之前你也没有任何的工资的历史，突然你在3月份季度或者3月份做报表的时候，马上就突然出来一个工资，这个工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给你的？是给谁的？原来的话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发工资，但是你突然给自己发工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拿这个现金补助，有可能税务局就可以拒掉你这个现金补助的额度，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如果任何突然的付工资的这个款的特性有变化，你有可能被税务局审查。好，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之前付一个这个特性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之前的这个企业付的这个员工是用这个合同工的形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员工是有 ABN， 然后呢，你就用这种形式给他付员工这个其实如果是你正常的这个经营形式也是合法的，那是没有问题的。突然你看见这个政策以后是说，这个合同工你要不要变成我的雇员？用这个 PAYG 的这种形式，就是代扣税金的形式来雇你，这样的话，我这个雇主就可以满足这些条件。那这些人就得注意了，因为如果税务局看到你之前的合同工，你现在又变成工资，那有可能就会被税务局注意和审查你是否还满足这样的条件。好，第三点跟第二点是结合在一起看的。如果你这些合同工都变成了员工了那员工的以后的话，那说 OK， 那我也说你满足了你的确这些都是员工，我也可以给你做这个现金补助，没有问题。但是我可能就得看你2020年1月1日之前你给的这些合同工，那你这些合同工是不是应该是发工资，而不是合同工？就是这个特性。那你既然是工资，那我得把之前的这个合同工的也变成工资，这样才是一致嘛。那这样的这个，如果税务局对这方面是赢得了就是法律的这个条文的一个统一，那你之前的合同工，你可能需要给他补交养老金，甚至还有代扣税金需要去补上去，甚至如果你有一些边福利税，那也有可能需要去支付。所以大家在做任何改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定是要合法合理的去做更改。你是真正的有雇员工，或者是你真正之前一直有这些员工的工资，然后呢现在的增加是完全是合理而且合法的，那你这方面就没有问题，好吧？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对这个2万到10万澳元对于雇主这个企业的现金补助，大家对这方面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希望在操作的时候的话，特别注意这3点希望的话，大家的话就是能拿到一些合法的拿到这些现金补助，为你这个企业的后面的继续经营得到了一些帮助我在这里的话也真的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和注意这个健康，然后祝大家一切顺利，希望这次的疫情也尽快结束。好，如果你觉得这期的视频你的朋友或者家人都会感兴趣或者他们也能得益，好，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好，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二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